各位小伙伴大家好，相信关注 Unity 图形渲染的小伙伴最近都听说过 BRG， 也就是 Batch Render Group 这个名词了。关于 BRG 是什么以及怎么使用，我在 DOS 之路系列课程的第23节与24节用了2节课的时间给大家做过详细的介绍。最近 Unity 官方也放出了使用 BRG 接口开发的一款打飞机的游戏展示，仓库地址我会放到视频简介中。我自己也对这个项目做了修改测试，在 2070S 的显卡下，3000万三角面5000次 DP 下，渲染线程开销大概在5到6毫秒左右，而渲染对象本身只有2到4毫秒的开销，其间差异的额外开销是在等 CPU 组织和提交渲染数据。可以说，该例子用 BRG 接口渲染大量的 instance 情况下，瓶颈在 CPU 端和带宽上。另外，在 DOS 之路的课程上我也说过，使用 BRG 接口手动组织对象数据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DOS 的 Entity Graphics 包内帮我们做了封装，因此使用 DOS 渲染 instancing 对象会自动使用 BRG 接口。但如果你不使用 DOS， 就只能手动组织 BRG 接口了。说了这么多，下面我们来到今天视频的主要内容了，就是 BRG 数据组织与提交的自动化工作，自 Unity 2023.3.8 Alpha 版本开始，已经被加入到引擎中了。这使得 BRG 得到了开箱即用的改进。目前该功能在 URP 与 HDRP 管线下都得到了支持。这项功能 Unity 命名为 GPU Resident Drawer。这是一个后台由 GPU 驱动的系统，可以更好地处理基于 Mesh Renderer 的 instancing 实例的数据组织与渲染。具体功能的开启，我们可以在对应的 URP 或 HDRP Pipeline ISS 下的 Rendering 标签中找到 GPU Resident Drawer， 默认为关闭状态。我们可以打开它。不过由于设置的不同，可能会得到一些警告。首先，我们需要将 Graphics Setting 下的 Batch Render Group 变体剔除选项设置为 Keep All。如果在 URP 管线下，你还需要保证在 Forward 加渲染路径下。另外，关闭 Player Settings 中的静态合批，以及在使用 Lightmap 的情况下，勾选 Lightmap Settings 下的 Fixed Lightmap Size 与取消勾选 Lightmap Import Setting 中的 Use MIPMAP Limited 选项，可以更好地做到使用 GPU Resident Drawer 的优化。但这2个选项不是必须的，你可以选择设置。已经开启 GPU Resident Drawer 渲染的对象，在 Frame Debugger 中会显示 Hybrid Batch Group。下面我们来说说这个功能的兼容性情况。硬件兼容方面， GPU Resident Drawer 功能只能在现代图形 API 上运行，特别是需要对 Computer Shader 的一些特性支持，因此 OpenGL 与 GLES 图形 API 上是不支持的。如果该功能在所在硬件环境下不支持的话， Unity 会回退到传统非 GPU 驱动的渲染管线上进行渲染。另外，该系统支持 GameObject 的动态修改，包括运行时创建和修改 GameObject。这个创建和修改的逻辑是在 Later Update 之后，渲染开始之前处理的。因此，如果你在渲染期间移动 GameObject 的话，比如在 Render Pipeline Manager 点 Begin Camera Rendering 毁掉中处理。所以，如果你真有在渲染期间移动 GameObject 的需求，需要通过 Disallow GPU Driven Rendering 标记这些对象，以保证它们不会被 GPU Resident Drawer 渲染。另外，该功能也是兼容引擎下的 Occlusion Culling 功能。不过，对于引擎下的一些功能，该系统也有不兼容的，主要有以下几项，也就是我们在 Frame Debugger 中看到 Hybrid Batch Group 被打断的原因。之前我总结过 Static Batching、Dynamic Batching、SRP Batcher 与 Instancing 几种合批被打断的原因。这里总结的算是第5类合批被打断的原因了。等正式版出来后，我会把它总结到专栏里。下面我们一个个看一下。第一个是 Mesh 渲染器上光照探针使用设置为 Proxy Volume 的对象会打断合批。第二种是正在影响全局光照与正在受全局光照影响的对象会打断合批。第三种是老原因了，使用了 Material Property Block 属性的渲染对象会打断合批。第四种是材质的 Shader 不能与 DOS Instancing 兼容的渲染对象会打断合批。第五种是渲染对象附加了每个 Instancing 实例的渲染回调，如 On Render Object 回调，这类渲染对象会打断合批。
最后一种是手动添加了 disallow GPU driven rendering 组件的对象。另外 URP 下，由于自定义 path 不支持 DOS 的关键字，所以 URP 自定义 path 渲染的对象不支持 Hybrid Batch Group。还有，如果 Transform 更新是基于切换相机渲染逻辑的，我们在渲染管线之前每帧都需要更新一次 GPU Cache 中的对象。这种情况不推荐使用 GPU Resident Drawer 的功能渲染，因为会造成低效。最后我们再总结下开启 GPU Resident Drawer 功能的影响。首先是该功能对渲染的优化取决于场景中的内容，越多的 instance 对象优化越明显，不同的场景优化效果程度不同。另外，虽然该功能支持引擎中的 Occlusion Culling， 但可能会影响一些剔除效果。还有，由于我们保留了所有 Batch Render Group Shader 的变体，可能会带来更长的构建时间。而使用 Lightmap 时，如果开启了 GPU Resident Drawer 功能，会导致 Lightmap 提交到 GPU 的方式不同。Shader 中会使用 Texture Array 来查找光照贴图，这会导致光照贴图的 GPU 内存使用量增加。下面我们看一下我在 2023.3 Alpha 版本下做的一个简单的例子。这个例子我创建了4096个 cubes。如果我们不开启 SRP Batcher 与 Instancing 的情况下，我的 MacBook Pro 2020英特尔芯片下，编辑器运行时只有2帧，主线程和渲染线程的开销都在几百毫秒。而当我们只开启 SRP Batcher 时，帧数可以来到50多帧，主线程开销18毫秒左右，渲染线程开销12毫秒左右。而当我们只开启 Instancing 时，可以进一步优化，帧数来到了80多帧，其中主线程优化到了12毫秒左右，渲染线程优化到了6毫秒左右。下面是见证奇迹的时刻，当我们开启了 GPU Resident Drawer 时，帧数可以来到150帧，主线程被优化到了7毫秒左右，渲染线程被优化到了2毫秒左右。由于我录屏的原因，机器性能受到了影响，不录屏的情况下，帧数可以突破200帧，主线程在5毫秒以下，渲染线程在1.5毫秒左右。而通过 Frame Debugger 抓帧可以看到，所有的 Cube 对象可以在一个 Hybrid Batch Group 下渲染完成。下面总结一下， GPU Resident Drawer 功能只是 Unity GPU Driven 开启的第一步，对应的 Graphics 仓库提交为 GPU Driven Rendering Tier 0。此外，我们也可以看到 Graphics 下新增了很多 GPU Driven 的代码，我们可以进一步期待一下后面的功能。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欢迎一键3连转发，我有后续资讯后再与大家同步。